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的杨占善副教授。欢迎大家到了圣安德烈座堂。圣安德烈座堂是位于1856年打下了地基，然后位于186年竣工的一座哥德式教堂。什么是哥德式教堂呢？哥德式教堂主要是注重于垂直线条，而且我们看到窗户很多是拱顶型的窗户。圣安德烈，它其实是苏格兰的守护圣人圣安德烈所谓命名的。苏格兰人在建立圣安德烈教堂扮演了很大的一个角色。今天我们看到一个不平常的一个十字架，那个十字架是一个交叉的斜十字架形。这个十字架形在位于苏格兰的那个国旗上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如果我们有个空拍图的话，我们看到那个在于圣安德烈座堂的马路上也形成了一个十字架的一个形式。所以苏格兰人在于这个圣安德烈教堂可以看出他们很多的贡献。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圣安德烈教堂的面貌，并非186年时所建成的。如果我们看平面图，它186年是一个拉丁形的一个十字架，为了纪念二战的伤亡者，在二战之后1950年代加建了北翼，然后形成一个不协调的十字架。在1980年代之后，才加建了南翼，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十字架形状。我们来到了为了第二世界大战所加建的北翼，在北翼的外墙上，我们看到很多徽章。徽章呢代表了很多不同的地区与志愿部队为了协助英军对抗日军所成立的。第一个徽章我们看到的袋鼠跟鹅苗，它代表着澳洲的一个国徽。第二个徽章是老鹰，老鹰大家所知道就是美国。第四个徽章是荷兰的一个徽章，一个国徽。然后最后的徽章是英属印度的徽章。我们大家回到中间这个徽章，它是一条龙。龙并非一个地区，龙象征华人。当时有国民政府的华人跟共产党的华人协助英国抗战。英国为了不偏向哪一方，决定放置了一条龙。圣安德烈座堂在于2021年到2023年之间进行修复工程。我是当时修复工程的修复顾问。在修复之前，很多人都不知道在外墙上都有这些徽章，因为它们都被漆上了白色。在修复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了这些徽章都有一些底色，我们因此决定还原颜色。还原颜色之后呢，公众恍然的就发现，其实在这外墙原来有些徽章。我们已经来到圣安德烈座堂的内部空间，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圣安德烈座堂的内部空间的设计比较简单？这是因为当时在建造座堂的时候，资金比较缺紧，在1959年一度停工。但是我们看到身后的门楼，门楼的装饰是比较丰富，有一些 Corinthian Capital 的装饰。因为门楼是私人捐助而建造的，资金比较充裕，而有了比较华丽的那个装饰。圣安德烈座堂的内部空间是新加坡最神圣的空间之一，但在1942年2月新加坡沦陷前后的一段时间，这个内部空间是成为一个临时的紧急医院。在这些教堂的长凳子的位置呢，就存放了很多临时的医院的病床，也见证了新加坡一个战争的历史。我们往上看，会看到一个金属的一个构件。它是160年前遗留下了一个产物。教堂在1909年还没有装上电风扇之前，怎么排热的呢？它是通过一个风扇的一个苦力，拉着一个绳索，绳索穿越这个滑轮，摇摆这个帆布的一个风扇，而产生风力。我身后的一个漂亮的讲台，是当时时任总督 Cecil Clementi Smith 在1889年捐赠的。这个讲台呢，是在斯里兰卡雕刻制造，再运到新加坡装置。我们来看这些装饰，这些十字架装饰跟 quatrefoil 的装饰。quatrefoil 是一般在教堂能看到的一些装饰样品。我们往上看，当时在1889年建造这个讲台的时候是没有音罩的，音罩是在1917年才建立的。当时在没有麦克风的年代，
是怎样扩音的呢？讲师必须站在讲台，把声量放大扩音，为了不让声音流失到空中上，盖了一个音罩，把声音引导向公众。我们来到座堂的后殿，后殿我们就可以看到很漂亮的彩绘玻璃。从左到右是纪念的 Crawford、Raffles 跟 Butterworth。2012年在修复彩绘玻璃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个错误，其中 Crawford 跟 Butterworth 的徽章掉包了。那个名牌是对的，但是它的徽章曾经掉过包。在2012年修复的时候，我们就把它还原正位。我们现在来到了圣安德烈座堂的钟楼，在我身后有13口钟跟1口亚钟。在1889年的时候，圣安德烈座堂有8口钟。在2018年到2019年的时候，我们进行了钟楼的修复，把8口钟运往英国，在原有的铸钟厂 John Taylor 进行修复工程。在2019年之后，在修复完毕，把它运回新加坡，从原有的8口钟增至13口钟。圣安德烈座堂的钟是新加坡唯一的摇钟，也叫 Pealing Bells。什么是 Pealing Bells 呢？也怎么敲钟？在下沉的空间，人们通过绳索拉扯，绳索连接着巨轮，巨轮连接着钟，一起左右摇摆，直到钟发出声音。今天我就为大家讲解到这里。圣安德烈座堂不仅仅是一个宗教场所，它也是一个历史胶囊。希望大家有空能抽空来参观。